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来跟皮特哥玩数学的时间了。来，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讨论的是比大小。什么东西来比大小呢？我们要讨论的是1.005的200次方跟2来做比较，比较这两个数字谁大谁小哦，谁大谁小。那也许二很容易比，但是前面这一个1.005的200次方，到底要怎么计算呢？不好计算。那我们真的要把它计算出来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一定要把所有的数字把它计算下来。我们这边来看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对这个问题下手哦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研究前面这一个1.005的部分我们来研究一下1.005的部分是不是等于1加0.005？没错1.005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后面这一个数字呢，后面这个数字会是等于100分之一，200分之一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1.005把它做一个那个简化成1加200分之一哦，1加200分之一。到这边各位有跟上进度吗？OK，来，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那1.005我们算出来了，等于1加200分之一。那我们来继续讨论1.005的200次方。所以呢，1.005的200次方不就等于括号1加200分之一的200次方？那它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1加200分之一乘以1加200分之一，再乘以1加200分之一，再乘以1加200分之一，没错吧？没错来，那到底要乘以几次呢？前前后后它总共要乘200次，乘以200次。好，我们先这么计算到这边来。那第二个要讨论的是刚才讲的那2呢？2会等于多少？2就会等于200分之400。200分之400。来，这边有一个技巧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上面这一个分母都是200，所以我们在做2的简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的分母也用跟上面一致，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比较。所以2等于200分之多少？分子的部分就是400。OK，来到这边大家应该没有问题。不过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小技巧，大家要看清楚，200分之400是不是等于200乘以乘以？好，我把它写完之后，等一下各位就要可以了解我在写什么了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是等于200分之不知道多少乘以多少乘以多少乘以多少。第一个分母的部分我还是保留200，最后一个分子的部分保留400。好，那我再填几个数字给各位看一下，我再填几个数字给各位看一下来，如果第一个数字上面呢，我把它的分母填201，这边也填201，这边填202，这边填202，这边填399，这边填399，这边填398，这边填398。来，技巧的部分在这边一样，我们
看到了分子201，分母201，所以这两个数我们是可以删掉的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分子202，分母202，所以我们这两个数我们也可以删掉。来，后面的部分呢，分子399，分母399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。还有当然这个398跟398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。所以用这个逻辑一直删，一直删，一直删，最后会等于200%，200%。到这边各位有了解吗？我们把它的分母分子同样的删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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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的等式还是成立，只是说我们等一下要利用这一些数字，来做运算哦。来，继续把它看下去，我们继续把它看下去。来，所以呢，200%201，假设我们都还没有删掉的时候，这个等式还是成立的，所以就会等于1加200%1乘以1加201%1，再乘以一堆数字，再乘以1加398%1，再乘以1加399%1，没错吧？我们就把2分解成这一串数字来，这一串数字我们要拿来跟刚才的1.005的200次方做一个比较。还记得吗？刚才讲的1.005的200次方是等于1加200%1乘以1加200%1，再乘以一堆数，最后还是等于1加200%1乘以1加200%1，总共要有200次。好，那我们来探讨一下，上面这一段2等于1加200%1乘以1加201%1这一段乘下去，跟1.05的200次方等于1加200%1乘以1加200%1乘以200次，有哪一些部分是相同的？来，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部分，1加200%1，1加200%1，这两个数是相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比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删掉，好，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呢，第二个部分是这一个1加200%1跟抱歉，来，上面是1加201%1，下面是1加200%1。这一个分母比较大，所以表示这一个数字会比较小。那这个分母比较小，所以这个数字会比较大。所以我们会知道，下面这个数字会大于上面这个数字哦。所以呢，下面这个数字会大于上面这个数字。那以这个逻辑，每一个下面的数字都会大于上面的数字，没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一个数字每一个相乘，乘的数越乘越大，会跟同样的数字越乘越小，它越乘越小，数字就越变越小，它下面这个越乘越大，数字就越变越大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答案哦，得到的答案就是下面这一个越乘越大的数字呢，会远大于上面这一个越乘越小的一个数字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知道了，1.005的200次方会大于2，哦，这是今天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，1.005的200次方会大于2。
不知道这么讲，各位有清楚吗？我们回到上面，继续重复的再把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再讲一次。我们今天要比较的是1的200次方跟2来做比较，来比较看谁大谁小。那前面这个1.005的200次方其实不好计算，那我们必须要采用一些技巧的方式来处理。来解答这一个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了1.005，它会等于1加0.005，那其中呢0.005它就等于100分之一，所以1加0.005就等于1加200分之一。到这边大家有跟上吗？好，没问题的话，我们继续来讲。因为我们的1加1.005是换算成1加200分之一，那如果以我们刚才要求的1.005的200次方，就是1加200分之一的200次方。那所谓的200次方，就是将它本身的数字乘以200次，乘以200次。OK， 这么分解的话，大家应该有跟上。来，我们继续来把它讨论下去。那2的部分呢，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200分之400。这边会跟大家提醒，为什么分母我们要用200来表示？因为前面的部分我们看到它的分母都是200，为了让这两个数有办法做比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跟上面这一个有同样的一个标准来做比较，所以我们先将分母的部分转化成200，所以它是200分之400。那200分之400又可以把它换算成这个等式，又可以换算成200分之201乘以201分之202，其中201可以删掉，上面202也可以删掉，后面再乘398也可以删掉，399也可以删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方式是等于把这个等式把它复杂化，为的是只保留前面跟后面这个200跟400，中间这一些东西都是复杂化的结果，而且都是多余的，其实它是可以被删掉的哦。来，所以我们刚才讲2它就会等于1加200分之一乘以1加201分之一，再乘以1加398分之一，再乘以1加399分之一。好，2我们把它算出来，它的结果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1.005分之200次方，它就等于1加200分之一乘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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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加200分之一，200次。好，那这两个数字现在怎么相比？当然，第一个数字1加200分之一，两个都一样，所以同样可以删掉，我们就去比较后面的数字就好了，来，再来我们比较第二个数字，第二个数字是1加201分之一。好，201分之一，我们跟下面这个1加200分之一，因为200比较小，201比较大，201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这个数字它当成分母之后，这个数字会是比较小，这个数字会是比较大，所以1加200分之一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数，1加201分之一是一个比较小的数，所以小的数一直相乘会越乘越小，大的数相乘会越乘越大，所以我们会知道了，下面这一个会大于上面的，所以也就得到的是1.005乘的200次方，1.005的200次方它会大于2，1.005的200次方会大于2哦。这样子的算法，这样子的推论，你有听懂了吗？
你有学会了吗？如果还有不懂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那如果你也可以再重新回到上面，再把我们的影片推论、导论再重新看一次，重新理解一下这一个问题，多看几次，你自然就会看懂了哦。那今天皮特哥的教学就到这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也希望能够引起你对数学的推论的一个兴趣。那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你把我的影片按个喜欢，按个赞，并且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知道。好，那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数学，就到这边，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